离职的同事并没有消失，他只是被蒸馏成了 token。你以为自己当了老板之后还要看别人脸色，这个感觉好吗？你故意帮人坐在你办公室里面，上着你的厕所，然后带薪拉屎，特别不爽。我不担心说技术人员最后被蒸馏成同事 skill 了，就是连个知识库都做不出来，还来同事。哎，你不要被他骗了，人家干了10几20年，前端后端产品全干过了，人家才有资格这边装逼说。我觉得技术不会被替代。哎呀，又被看穿了。哎，我们聊一下最近很有话题度的一个事情，叫同事点 skill 啊，那个对，好多人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全网都炸了，对吧？说你的离职的同事并没有消失，他只是被蒸馏成了 token。对，哎呀，我这好多这个老板就是最近都来找我聊这个事情，就聊，哎呀，小苏，我们聊一下这个 AI 的事情。讲是这么讲，最后聊的是说我怎么把我的员工干掉，或者我怎么把我那个刺头员工给蒸馏掉。对，所以我是最近我觉得说也是遇到了蛮多这样的人来问我，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聊聊哈这个同事点 skill 啊。对，这个贤哥，你作为这个黑心老板，对不对？黑心老板的代表，对吧？你告诉我说，你看到这个同事点 skill，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这标签被你贴上之后摘不下去了，所以我就索性心安理得的以这个角色来扮演。摘不了，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其实你要就从老板角度来讲的话，这颗心我永远在。我永远希望我的这个团队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对吧？这兵怎么流都行，但是营盘得是铁打的。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大家还含情脉脉的，还温情脉脉的啊！我要搞团建啊，大家要一条心，然后从那个思想上统一啊，要一起来那什么，要一起来奋斗。但现在有了龙虾之后，我就可以把这层温情的表皮给撕掉了嘛，对吧？然后呢，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真的蒸馏下来，真的能够凝聚成一个电子版本的啊，这个什么员工手册啊，电子版本的这个技能手册，然后最后随调随用，然后即插即用，最好能插我自己身上。那就太厉害了。哎，上次不是说哪个公司的老板要求全员工都要把自己的工作什么汇报啊，最后都要做成 skill， 对吧？把自己的工作做成 skill， 这有点可网易还是哪里？有，是的。哎，但是贤哥千万不能把这个东西指望成同事点 skill 能救你啊！同事点 skill 这名字取得好，这玩意儿我们别说同事点 skill 了，我们这3年对吧？这个。ChatGPT 出来以后，所谓的什么 RAG 数据库、知识库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几乎没有人做出来，还同事 skill， 就是连个知识库都做不出来，还来做这个同事。差太远了，因为像刚才讲的老板让大家去做，大家也只能写出来自己觉得日常在做的事情，其实你还有很多你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我们这其实就在公司里最经常出现的事情是一个人走了才发现他一个人干了5个人的活，下面5个人都顶不住他的活，对吧？就是他有太多的那个跨部门、跨职能、跨一堆的那个隐形的上下文的内容，你谁蒸馏得出来啊？那不是一个人蒸馏出来的，你除非整个组织用全新的方式去组织才有可能做这个事儿。你原来的这些人想要随便搞一个，大家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在做什么，把自己蒸馏了，或者老板派几个外部的什么咨询师，派几个小团队过来把同事蒸馏了，这肯定不可能。我们连知识库都做不出来，我还搞同事点 skill， 想都不要想。哎，所以马斯克当时这个发这个邮件，对吧？给美国政府，应该当时没有赶上这波热潮，当时应该是大家应该写封邮件，把自己变成一个 skill， 对吧？来训练我的 XAI。对，不是，当然老修你说这个问题啊，这我都懂。但是你没考虑过，就是说在过去的工作经验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反正我的体会特别的切肤之痛啊。就是说，一旦我跨领域的想去跟技术直接对话的时候，我往往会吃闭门羹。就是往往给我的3句话，一句话是什么？这个得排期。第2句话就是，哎，这个得有文档。然后第3个来说，就是这个得下一个版本才能再考虑。所以就是我永远得到答案都是说，不能让我就是马上得到一个比较积极的讯号，
说，哎，我现在一个想法能不能落地？甚至说有时候这个想法明年你就能从技术人员眼中就看到这种不屑，你知道吗？就那种时候你无名火起，就是我知道我这东西不完美，这想法不完美，但我想看看它怎么样，然后你先给我做出来，咱们再讨论。而且我不是光跟你一个技术讨论，我还要跟其他的人讨论的，我还要跟市场讨论的，我还要跟那个客户讨论的。但是我如果拿都拿不到，我就拿着个概念去，我跟谁讨论啊？所以呢，但这时候呢，我能知道技术是给我面子，跟我说那3句话中的之一，而我又给对啊，人家都跟你说说3句话，人家技术都跟我3个字做不了。不光做不了，背后还拿了块砖头。可能毕竟我还管着钱，对吧？然后等下个月工资奖金什么的，可能还得什么，所以人还得给我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过去10几年我做的这个项目经历的几个事儿啊，无论说技术团队有多大多小，哪怕是3个人技术团队，然后哪怕是30个人技术团队，我经常还是说自己的想法不能够被实现出来。然后这个不能被实现出来，也不是说光是我老板的傲慢啊，就是我是觉得我可能掌握的信息会比他们更多。然后不是光从技术上来看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才去跟他们沟通。但是往往是因为技术上人家有自己的这个安排和节奏，人家有自己的工作方式，所以没法做。但如果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就是所谓同事 skill 或者说前员工 skill 或者什么一个工具，让我能开始做了，那我就不用看别人脸色了。你以为这个自己当了老板之后还要看别人脸色，这个感觉好吗？我靠，一点都不好，特别不通，特别不爽。作为产品经理，我跟你经常也碰到这3样东西，排期做不了，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东西，你行你上。我跟你讲，就是以前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发展到 B 轮的时候吧，然后呢，我们 CTO 就强烈建议我说要招2个新的产品经理。然后呢，一开始招进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产品经理，因为之前只知道什么 CTO 啊，什么这欧那欧啊，对吧？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架构师啊什么的。后来产品经理进来之后，我发现原来产品经理是来跟我开会的啊。然后你跟我开会之后，就把我的需求整理成产品文档，然后再跟技术去对技术文档，然后再排期，再怎么着。然后我发现呢，这个事之后呢，就把我和这个技术隔开了。然后呢，我确实是得到了很大安全感，感觉到我的这个东西需求被重视了。但是其实最后到技术这儿还是不行，只不过这个话传不到我耳朵里了，变成产品经理。现在是由产品经理跟你说，哎，这个不行的，排期，那个实现不了，我们换种方式改是实现一下。我跟你说，高级的产品经理不会跟你说不行，也不跟你说排期，他只是跟你像说，我觉得这个设计思路可以这样啊，我看到了最近海外有一款 APP 做的很好，是这样来做的，然后最后就把我绕里了，然后给你盗墓空间改一下，对吧？直接盗墓空间改了你的梦。所以就是说，我想说什么，就是这过去2年，咱们讨论过好几个产品。就是我攒了好长时间的产品，甚至说最长一个攒了有20多年的产品，我一直想做的，只是说一直机缘巧合没有机会做，对，也没有团队想帮我做。然后呢，我在各种试。你今天是来羞辱老修的，因为好几个被老修否掉了，对吧？对，就是老修。好像干掉了好几个，用婉转的方式帮我告诉我这事儿别干的事儿，然后但是我不死心啊，我回去之后跟 AI 干 ，AI 可不跟我说这事儿干不了，然后还经常鼓励我说，你这个想法很有潜力啊，你这我能拖住你，对，你马上就赚钱了，对吧？这个你做一下1个月以后就有多少营收了，对不对？你要不要马上把这个版本升级到2.0版本？然后要不要现在咱们再讨论一下下一步怎么做？反正每天都让我下一步就帮你落盘了。关键就是你压实你的需求。对，关键就是说，之前我试了好多个软件啊，我都没法做到说这个产品能让走 MVP 阶段，直到龙虾出来，给了我巨大希望，真的给了我巨大希望，让我开始加。你还记得吧？就咱们之前节目里面说，我弄了个3宫6院嘛，然后各种的什么有思维信息的，还有编代码的鲁班，然后有那什么的，有双耳帮我处理家里的事陪着呢。对，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弄完之后，我发现什么呢？就这些东西还是过尖尖啊，就是整个来讲的话，它是在处理我生活中的这些东西啊，帮我把这个生活重新做一个编排，然后呢，让我感觉有很大就是陪伴感。以前是我自己孤独的一个人背着包往前走，现在哗上来一帮人旅游团啊，跟着我走，可热闹了，又唱又跳的。但是呢，这不是跟以前你做公司一样吗？搞了一层楼都在假装勤奋给你看，对不对？对，也没那么惨了。反正就是说生意好的时候，大家肯定都能够欢天喜地，对吧？想着去哪儿聚餐什么的。但一旦就是说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发现身边还是没有人能帮你直接打通到 MVP 那个阶段。所以你像贤哥这种人，他直接指挥像 Cloud Code 或者 CodeX 的话，其实也会遇到很多障碍吧？应该可能不会像你这种从技术语言来沟通，障碍大多了。我觉得说之前我们讲过好几次，就是减弱版的 Cursor 应该那个贤哥用的 Cursor 他都不用了，也很难用了。
那你给他推荐了几次，他都不用。哎，对啊这我跟你讲，去年你跟我说 Cloud Code 多厉害多厉害，咱们节目中说咱们几个评选还评选，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去试，试完之后我发现这东西它跟我不是一姓儿的，真的就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种感觉。你应该那个黑白界面一打开就崩溃了，就疯了，对我就困了。然后呢，等到后来你跟我说 Cursor 好，我就去弄 Cursor，我发现又要什么弄环境，我还要什么连 GitHub 账号，我又疯了啊。然后呢，前段时间有龙虾之后，用龙虾开始用这个什么 Windsurf，哎，我发现顺手点了，因为毕竟有龙虾隔着一层了。就像这个当时的 CTO 介绍我说一定要有个产品经理，那个感觉是又回来了，对。但是呢。有到了说编排，到了一定技术该 debug 的时候，就是说有些时候做页面做了一半，然后要想说这个不行了，然后要想改的时候又崩了，然后又做不下去了。所以每次都是最终我自己跟自己内耗到啊，这个东西我还是先别用了。这东西怎么会有 bug 呢？对吧？你这东西怎么会有世界上怎么会有 bug 这个东西呢？不是一把过吗？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AI 绝对不是万能的。就是说，原来你有人的时候，人你可以蹲在他旁边看着他 debug， 他弄不出来是他抓头，而你可以微笑的给他压力。但现在 AI 它可以不断的改，你看你的 token 在不断的烧，然后呢，也没有人真的那个帮你解决问题啊。更可怕的是 AI 还经常跟你说这个事情我已经完美的给你解决了，现在你去看一下，然后你一看，跟你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哎，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如果你在现实当中没有调度一个团队的能力，其实你也很难去调度一群 AI。就比如说，我就把你御三家，我给贤哥都拉满了，你叫贤哥说来，那个老刘，你去给我那个管一个开发团队，直接交付一个什么产品，对吧？我估计老刘应该也很吃力。这搞不了的，这肯定搞不了的。这个是很困难的。这个我就跟他说，是 skill 点同事这种事情，也是跟同事点 skill 这种事情，就是他其实他还讲的还是一个人，但是实际上贤哥要的是 N 个人的一个团队。真的是一个 team， 所以不管是 skill 点同事点 skill 还是小龙虾，对吧？还是赛博王语嫣，什么赛博鲁班，都只是满足了贤哥这种黑心老板的一个歪的一个念想，对吧？其实这个回到这个公司治理中其实也一样嘛，就是我是不可能，就是如果说我是老板的时候，我如果没有 CTO， 我是不可能招一个30人的技术团队的。对吧？那你说我又不是做技术的老板，我也不是做产品的老板，那我现在招一个30人团队却没有 CTO 的话，怎么搞？所以我最终还是像老邱说的似的，我是无法管理这么一个就是纯技术团队的。而现在来讲 AI 可能就是最强的 coding 这块我用不上啊，我用不起来啊，因为中间缺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就是团队的领袖嘛，可以这么讲。反正老邱推给你你都不用，这个我们就算了，这趴我们就过。老邱推什么你都不用，用不起来，用不起来，用了，用不起来。好，用了用不起来，这个原谅你。好，那个前一段时间你也在跟大家讲说 Manus 好用，对吧？那个 Manus 搞一把什么东西给你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领悟跟我们讲一讲？最近我用了一个东西叫 Atoms 就是原子那个词，就是阿童木吧。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适合我。虽然还没有到那种说啊，可以这个藐视天下，对吧？一下就觉得自己就是说又成了啊，可以那什么了，无将比人代之那种感觉。但是整体用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在产品落地层面啊，比我的龙虾用起来的感觉要顺手。就是咱只说实话真讲，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个想法，然后你想把它真正规划出来，然后呢成为一个 MVP，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给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环境，或者叫很完整的一个实现方式。为什么呢？就是说它这里面有各个 agent， 这些 agent 都是他预设好的，而且这些 agent 不是说胡来的啊，不是说像我那个龙虾一样搞个僧龙院13个 agent， 然后每个 agent 有管时间的，有管钱的，有管什么的。人这些 agent 里面，他就是这常用的6-7个 agent， 就是从产品开发角度来讲的，有架构师，有产品经理，有数据工程师，然后有设计师，然后等等，然后每一个 agent 背后他肯定是有自己的 skill 嘛。然后我给你蒸馏好了一个技术团队的意思吗？对，然后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去跟他聊，当然就跟你跟 ChatGPT 聊一样，但是问题是他不是 ChatGPT， 因为你给他聊的东西，如果你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家可能也回应不了什么。但是如果你聊产品，人就不困了，然后立马就会有人给你把产品拆解成产品文档，然后拆解成产品逻辑，然后给你出一个 plan， 然后 plan 完了以后，这个 plan 就直接流转到下一个 skill 了，或者下一个 agent 来搞了。然后这些都不重要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把这些东西想出来之后，我不需要像老修说的似的，你把写成一个类似于技术文档、产品文档了。我可能就是先把一个概念扔给他，然后让他先出一版之后，他就给我直接出来了。然后无论是网页版的还是手机端的，我就看见了。看见之后，我就说，哎，这东西不对嘛，然后可以再改嘛，就可以接着改。而且每次改你都能够有进步。
只要我能有新的想法出来，它能继续实现。所以你是跟他们讨论嘛？比如说你先有个想法，你就艾特他们里面那个做调研的，说你给我做个产品调研，这个东西市场大不大，我能不能搞，对吧？你先跟他聊一把，聊完了说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干，你可能就找个那个比如说技术负责人，你艾特他一下，跟他聊聊说做这个事情要多久，成本多少。这就得说到就是上次我跟老修还有跟你说那个嘛，就是你还记得吧？我说我20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就想做一个就是线上的这个纪念堂嘛，就是给这些逝去的逝者故人，然后做一个纪念堂。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在大学没毕业就离世了，所以我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没有做好再见嘛。然后我就一直想做一个这种线上，虽然也有有很多就是中外都有专门做这种的，但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东西，能够把一些这个过去的这个音容笑貌啊，包括一些话语啊什么的，再剪辑出来，然后触发契机的时候再推送给别人，然后让大家能够受到激励。然后所以呢，我就一直想做。然后上次老修不跟我说这个东西还比较麻烦，然后等等等等，还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啊等等的。然后老修很委婉的说不能做，我又给你设置了一个更好的产品，我们去做别的产品了。对，老修跟我聊产品时间只有20%，剩下只跟我聊的是这个情怀。老修跟老刘说还有个更大的市场，我们要星辰大海。然后但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没有放下因为我这个事儿不是说有了 AI 才想了20年了嘛，所以呢我其实跟 GPT 和那个 Gemini 都聊过，然后其实也总结了一套的这个就是产品文档了。所以我这回用这 Optimus 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文档扔给他了，因为我没有聊的过程，他直接给我开始做产品文档了。然后呢，产品文档出来之后，他告诉我说是不是这样，然后你的边界是这样，就跟老修说的是，但好，老修没给我人家给了我了。老修，我没有任何歧视和那个抱怨的意思他可能蒸馏的比老修好，对吧？老修 Plus 版，人家是个 team 是吧？如果蒸馏是老修，我就更高兴了然后听我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灵光一闪，我说你这样。你先以张雪峰为人物，你给我出一版。张雪峰是吧？对，最近猝死那位是吧？对，然后呢，就是说，我说就是你把他的那什么，这个他就做了一个，就是叫线上纪念堂然后呢，这线上纪念堂这个，因为我跟他说几个功能，我跟大家之前不也说过嘛，就是第一页首页打开的时候，不是一个谁谁谁怀念谁，谁谁怀念，而是什么？就是历史上今天，因为当时我记得看什么来着，说爱因斯坦死那天是谁出生的？霍金，对吧？好像是爱因斯坦死那天是霍金出生的日子。我当时看这个时候我就印象特别深，我忘了是不是真的反正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话茬。然后呢，下面就是说有名人的纪念堂，比如张国荣的那到4月1号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来祭拜一下嘛，对吧？然后呢，张雪峰的里面会有一些他收集他的这些名言警句，当然肯定都是正向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不想跟别人滥情，不是说要用这种就是说贩卖悲伤或者怎么样，我更希望是说大家能够有一种悲悯的心情来有一些地方抒发，因为这也是7情6欲之一嘛。然后呢，在这过程中的话，才能激励自己来去寻找生命的意义。anyway 吧，反正这些事儿我之前跟老修和你们也都说过，但是他做出来了，你知道吧？而且最牛逼的是什么？就是我没跟他说是什么风格，他最后给我选的是山水风，就是那个水墨山水风，你知道吧？而且不是说老登风吗？就是有点像那个语文课本能想象吗？让我这个眼前一亮，就是说我就感觉他真的理解了我想做什么。然后我再往细节修改的时候，因为我跟他说你要参考网易云的风格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独页面每个人都能去评价当然了，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最牛逼的一点出现了，你知道吗？他在最下面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行话，他说是说本纪念堂只是说作为公众人物的这个线上纪念场所，不代表家人的立场如果就是说那个有引起任何人的不适，可以点击举报键，然后我们会在24小时之内处理，然后甚至下架就是这些东西不是我告诉他的。是他自己琢磨，这老修写的，就是老修是吧？不，是你让他不要参考类的一些，他还是参考了，它里面有一些通用做法的，还是很聪明的。他其实这一个厂其实是有渊源的，它前身叫 Meta GPT，Meta GPT 应该是在我们那个 Chat GPT 刚出来那会儿它就有了。然后就相当于已经有3-4年了，它的时间大概就是 ChatGPT 出的时候，他们就出了这套东西。最早他们就是有设计了4-5个角色，就是有架构师工程师测试然后这些角色的。然后呢，当时在 ChatGPT 3.5 那种阶段，他们也已经能够做点事了，但是做的很有限，但是非常火。我觉得后面应该有10几万的 star， 就是属于是很大的很火的一个框架。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在 GPT 3.5 出来的时候，不是当时我们还服务很多企业客户嘛？那其实当时企业有一些很大的需求，就是
就是数字员工嘛，就比如说我拉一个业务群，就像什么我拉到一个保险群里面，有人负责什么售前售后理赔，有人负责什么客户关怀了等等，就反正屁大一点事给你搞一群人。对，那当时其实模型还不够强的时候，很多人在解决这个 agent 或者是在解决这个叫做什么reg 等等这些的问题嘛，知识库的问题嘛，这些的问题。对，就这个我有印象，当时有一批就是非常多的人在解决这个模型不够智能，但是我们通过领域知识或者通过让它有具体的工作流来让它变智能。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技术积累，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对于整个大模型最有价值，所有的东西提示词里面最有价值的就是作为一个什么什么角色，你要怎么样。其实这一句话相当于是一个领域空间打开，这个领域空间打开取决了它70%的那个工作的范围啊内容。那所以刚才说能设置好这些角色，能够让它协作起来，但是当时的大模型智能还是有限的。对，然后但是这个理念特别好，所以当时很火嘛，和10多万的人的就是都在复刻它这些东西。尤其是 Manus 做出来的时候，他在同一天就做了一个叫 Open Manus 的，就直接是有人用这个 Meta GPT，那我知道了，直接用 Meta GPT，一天就复刻了 Manus 的那个核心的内容。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设计这种分角色的这个东西已经是做了2-3年，而且有很底层的那个框架。我记得22年的时候，还23年，就 GPT 刚出23年的，23年的时候我还在 B 站上看过他们的比较深的那个这个讲解它的架构的，其实设计是蛮精妙的。所以说这一套东西应该是做到现在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就是说分工去帮你把这个一些活搞定。而且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还是这个大模型的应用现在比以前好。就以前那个大模型怎么也驱不动这么好的这么精妙的设计啊，就有点不行。现在可能是好多了。那我记得当时还是非常拉胯的，比如说我们给客户做一个项目，然后有多涉及到多模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比如说客户说这个人是质检某一道工序的，发一个图片给他抓瞎了，他就我们得在背后去做一个工作流，去处理那张图处理完了以后再传给大模型。现在就都是原生多模态了，一出来就解决掉了。现在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这几个 agent 就搞定了。但是其实我想反问贤哥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是为了他这个多角色打动你吗？我觉得应该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可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直接给你上线，然后能够可以给你收钱，这个事情可能很重要。那是不是能帮你把什么 Stripe 什么购物车啥玩意儿都给你塞好了？这个我得澄清一下啊，就是说你说那个对于结果的需求那是一定的，那是刚性的，对吧？就是我雇个人来，我不是要先跟他交朋友，就比如咱还说回到这个带团队啊，我雇个人来，我不是要交朋友，也不是看他漂亮，我就是让他给我干活的，所以他这活得给我干了。但是怎么干这事儿我也想了解呀，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也想知道，对吧？因为你想作为老板来讲，如果你花了钱，然后呢你一提出任务啊，最后人给你干了，你最怕的是什么？你最怕的失控啊！就如果我这个我可以听不懂，但是你必须要汇报，你必须告诉我。对，就是你这么想，这是2个概念，就是说你雇一帮人坐在你办公室里面，喝着你的水，上着你的厕所，然后带薪拉屎，然后你让他最终把这事干出来，这结果是完全你的，和你把这个钱做成预算，找个外包团队让他给你干完之后只把结果给你，这是完全2种不同的体验，你能理解吗？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刚才老兄你说这个，就是他最终能够把结果上线，这个绝对是我的刚需。但这个刚需的实现也有可能就是说我花钱找一帮人外包来做，但我更希望是说我看着一帮 agent 给我做，而且这帮 agent 是每个人都告诉我他做了什么，然后最终他给我弄一堆我看不懂代码，但是这代码还能下载，还能到本地，然后我还能够说不行的话我还可以给它放到我的这个就是说 WinSurf 里面再加工什么的，就是我起码知道这个东西是完全我可控的，就这种可控感我觉得才是做老板的人追求的。我觉得贤哥讲到了精髓，就是老板还是需要有一种什么一切尽在我的掌控的感觉。必须我讲句公道话哈，对，我讲句公道话，老修他可能很容易钻到具体的实现里面去，这东西能做不能做，你丫是不是傻逼，对吧？这个马上要判断一下，对不对？对吧？但贤哥讲的不是这个事情，贤哥是这个老板思维、预算思维，对吧？我花了多少钱，我是要拿情绪价值的，我还是要拿结果的，我搞得很清楚。贤哥请个漂亮秘书，他就是拿情绪价值的，这个钱就是人也大，在我预算内，就是该出，对吧？就是贤哥花钱请外包。对啊，贤哥花钱请外包，那就是要拿结果了，对吧？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讲句公道话，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叫我去管计算，当然我也管过技术团队，但实际上就会像贤哥那样的情况，
我听不懂，但是你都要给我汇报，反正我就是听不懂，但你就教到我懂为止，你知道吧？你请技术团队来给你上课，但是他没解决问题，对吧？后面我们换个思路，后面呢，我们创业以后是不是我们最早的一个 demo， 当时 AI 也没有，我们怎么做？我们想想，算了，我们不招人，我们找个外包帮我们做 demo， 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我就好管理了嘛。这个在我预算内，我容许你做到比如说50分、60分的程度，但是你得给我配齐产品经理、前端、后端测试，对吧？你得给我配齐这些角色，就跟贤哥用那个 Atoms 一样，对吧？就是反正我不管，我只要一个结果，我只给你这么多钱，你多久要给我做出来？那你派一个人跟我讨论需求。其他的我不管，你不要告诉我你有什么困难，对吧？所以我能理解贤哥这个心情啊，对，但是我也能理解老修这个可能站在具体这个执行层面，他可能会判断说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做了会有什么坑？那我必须先跟你讲，为什么开弓没有回头箭，对吧？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去年的时候还没有龙虾呢嘛，然后去年我用 Manus 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是直奔结果去的。然后呢，至于说它中间过程，它即使给我看，我也看不懂，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看。然后即使想让我看，也是硬着头皮看。但是今年不一样啊，今年年初有龙虾之后，你知道对我的思想改变是什么？就是说我知道有 agent 这个东西了，而且我也知道这些就是说是可以分角色的了，每个角色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就好。最终我还当回老板了。然后之前你如果说只要结果的时候，就像小苏说的似的，你最终是只是花钱，你只是享受了花钱的快乐。然后花钱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而已，这个至于说值不值你自己评价。但现在不一样，我现在拿到是双重享受，既花钱了，还看人干活了。然后呢，而且干活的这些东西之后，我还知道他怎么干的。就算我看不懂，但我也知道啊，原来这个人是干这个活的啊，原来这个人是可以干这，原来是应该拆成这么几个人的，所以这个有了龙虾之后，反倒让我更容易理解，就是 Atoms 它这个分角色来处理一个任务，而最终能够给你 deliver 一个就是说很好的，或者不能说很好，就是说让你觉得能够达到 MVP 级别的啊。它包括它里面的什么把电商功能啊，还有什么 Google Ads 的这些分析啊、数据分析啊，还有什么这个 SEO 啊，什么都整合到里面了。虽然我不知道我用得上用不上啊，但你有。对吧？而且你告诉我这个东西你做了，然后呢，而且就是说我扔给你的需求你接得住，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受。虽然我觉得应该是贤哥进入了他作为老板的舒适区啊，就是对吧？定目标、带队伍、拿结果，对吧？进入了你的舒适区。像 Atoms 这种产品，老兄你会用吗？就是这种预制好的多角色的一个 AI coding 的团队，你就比如作为专业人士啊，带团队的，你也带过挺大也是出产品的，专门给产品经理服务的，对吧？日常我肯定不用，对。但是刚才贤哥其实讲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如果我要拿一些结果外包，这个我可能会考虑用这样子的团队去跟外包团队去 PK，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外包团队的问题是说很多东西一次性的，然后给你搞一把，然后那个东西呢，它有很多东西它是不会持续的能够去给你负责的，但是要花钱才能维护。对，花钱维护，而且还是一个小团队，就你比如说是一个5到10人的团队帮你开发，帮你维护那个团队通常就5人以下了，然后一般是给你接小需求，对吧？那这个情况跟我们现在直接跟一个 AI 团队是完整的配备是完全不一样。这其实到最后还是一个上下文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上下文其实是在我们跟 AI 团队合作是可以代替掉以前跟外包团队合作的那种痛点的，就是人的一次性完成了以后，后面就是质量是断崖式下降，就变成维护状态了，对，它就不是能持续迭代的状态。这个我会考虑，但是我日常确实不会用，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刚才贤哥其实讲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 AI 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说可以让贤哥这样本来是在搞商务的一个人在搞这个经营的一个老板，能够说愿意说去看着他干活，因为我是很困惑这个事情的。然后但是刚才贤哥讲之后，我觉得说对了，这里面应该是激发了贤哥产品经理的那种角色的那一面，因为其实我跟贤哥一样，是我现在其实大多数时候我已经不写代码了，我会判断一些那个工程师的边界，但是越来越少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看着他干活，然后告诉他这个方向算了，别做了，费那么多事，然后情况又很多，你老是有异常的情况要处理。然后你还时不时要过来问我干脆这个功能不要了，我换一个功能。这个其实是产品经理的角色最有价值，其实也是我们这创业者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我能有判断力，知道说一个东西该做还不该做，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上更多的东西。
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真正的就是做一个产品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那个工程实现的部分。就我现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就是我以前肯定工程实现多嘛，你们以前东西拿给我，然后我把你们给它做出去，然后保证它持续的运转。现在的话发现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我真的已经不再盯那个代码了，我在盯代码的过程只是为了让它做的稳一点、快一点、好维护一点，然后那个有一些重大的什么支付风险、其他的安全风险小一点，这些东西现在 AI 做的不是很好，我会再看一看。但是我大多数的精力都已经是在取舍这个，在 review 在取舍，就是在取舍这个产品到底在这个时候应该干嘛。不过就是说我也想刚才借着老修的话说啊，我觉得老修刚才说到一个是就是边界模糊这点我非常同意。就是现在来讲的话，我已经不把说自己就是说，因为我以前把自己自诩为比如 CEO 也好还是怎么样 COO 也好，对吧？现在你让我再把自己降格到产品经理，我肯定心里是不开心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当前有 AI 使用的情况下，就不用说考虑有没有产品经理这个职位，而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技能的能力。这个技能能力不是你重新学来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是通过 AI 的加持而具备了。当然，你跟我说我是一个产品经理里面的几档，那我说不好，但我起码说现在能干点这方面的事儿了。然后未来我要跟产品经理对话的时候，对吧？我能通过 Atom 这个不会被羞辱，对产品就没有经过羞辱啊，还是一个比较愉快的体验，拿出一个 MVP 来，再去跟老修聊了，那老修起码应该多看我一眼吧，对吧？其实这里最关键的真的不是羞辱的问题，而是你是第一手，就是你的那个上下文损耗。我们现在如果用 AI 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上下文损耗特别小。以前我们要中间经过一个产品经理，经过几个工程师做完之后，最开始你提的是方块，最后做出来的三角形，太正常了，有好多东西都丢掉了，对吧？没错。那你现在是第一手盯着它，在它从这个方块变成圆形的时候，你就说这几个东西不能丢，然后它能够基本坚持住你这个方块的这个大方向做下去，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但应该是更多是讲这样子，就是像老修，你是因为做过技术、管过技术，然后做产品。就是你能够去对这个工序去做 review， 去做评价，去做取舍嘛。所以对你来讲说工具不是非常重要的，对你来讲就是 AI 如果足够智能，你能够有足够好的判断，你就能用最少的 token 最快的速度干最大的活嘛。但对贤哥来讲，等于是说过去那个他得面临一个选择，我 CEO 要不要去管技术，管的技术对我来讲就是我可能吃力不讨好。但现在呢，我通过 AI， 我边学，我也边了解技术在想什么，然后我边去实现，就好像当年贤哥跟技术开会，大部分时间是在请技术教他做人一样。那现在只是说 AI 教了他一遍，他已经会个七七八八了，贤哥再来找老修，老修不会说滚。就从我这里看，贤哥至少以前可能0到1必须得经过我现在是觉得贤哥不要说0到1了。你0到10可能都可以通过 AI 来搞定，这个可能10到100我们要一起搞一下。就是你是一个成熟的支付宝，可以自己还花呗啊。不是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我现在感觉啊，就是真的实打实的感觉，就是0到0.8，0到0.9啊，真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就是像刚才老修说这话，我说的特别对，就是我心里想的是个圆圈。然后最后你产品经理给我做出一个三角来，我还得你讲林志玲画出来是哑铃，我还得跟他解释，然后当时又没录音，对吧？所以我也解释不清我到底说的是圆圈还是三角了。但是现在来讲，我先自己跟自己搞几轮啊，然后最后发现说，其实我要的也不是圆圈，也不是三角，我他妈要的是一个六边形，然后这就是我要的啊。对，拿这个六边形，很多老板最后就是这样子嘛，对吧？突然被技术打了几巴掌顿悟了。对，不，关键就是说这个我拿这个东西出去，我也不相信它是1。但是这个东西无限接近于1了，然后这个东西肯定还需要有人过一手，这个人就是老修或者说小苏，并不是说我需要你们背责任或者背锅，这锅已经甩给 AI 了。但关键是说我们要对后面的结果承担责任了，对吧？就是说最终它变成1的时候，就是要真正面试了，要出门了。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人盖章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人，就是有真正经验的人。然后你会告诉我，老修一眼就指出来，哎，你这个可有安全漏洞啊？哎，或者说，哎，你这个数据库怎么样？我说什么叫数据库，对吧？然后反正你这里面带着数据库呢，我也不懂是什么数据库。然后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有意义了嘛。哎，你讲的这个很对，我觉得很多老板心里面的纠结啊，他表现出来就是跟你，特别是跟老修讲的需求不清楚，扭扭捏捏，对吧？我不是之前给你们举个例子嘛，我们当时到这个公司以后，老板找我说，我有个需求啊，老板说我有个需求，我一听这个我有个需求，我心里就那发麻啊。老板说我要做一个那个什么，我要做一个智能柜放在每个小区，然后用户只要跟他讲话，
就会给你丢不同的菜出来，丢不同的商品吐出来然后我最后心想说，老板这个需求应该把人放在那个柜子里面。但其实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说，老板其实他有一个点他没有想明白，他有些点他没透。那他抓到一个做技术的或者管技术团队的，他就会觉得你就是魔术师，对吧？你打个响指，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但其实很多技术团队或者说现在的 AI 技术团队应该要解决老板哪个问题，就是帮你把那个没想开的点想明白了，对吧？把老刘心里那个纠结不好意思讲出来这个事情讲清楚了。比如说老刘做这个项目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老刘有这个执念要做个项目？老邱当时想不清楚，就是叫你滚或者说你去想清楚再来跟我讲。但其实你通过跟 AI 聊以后，老刘知道了。哎呀，因为为什么要做这项目？因为我想怀念我的前女友。举个例子，这有可能的。就是说，我觉得老板的价值很多时候不在实现上，因为这些工作应该是团队去做的。就像毛泽东说的似的，就是毛泽东那会儿在延安的时候说不带枪嘛，然后他警卫员说您还是拿把枪，万一有，然后毛泽东就说你如果都到了我要开枪的时候，那革命可能也就很危险了所以说老板的时候。然后老板价值不在于实现，我觉得老板价值在于就是说他每天都在想很多点，因为他在受不同的信息刺激。对于公司来讲，他肯定是获得信息最多而且最全面的那个人。然后他不论哪条线搭上了，也可能搭错了，但是这个点出来之后，就可能是下一个生机，那也有可能是下一个危机。但没关系，如果老板都不产生这些东西了，那谁去产生啊？对吧？你不能让下面团队每天往外蹦火花，那就着了，那真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然后什么都烧没了。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自认为就是说有了 Optimus 这种工具之后让我能够把以前那些就是脑海中那种小火花或者搭错线的东西，先用很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出来。比如说我买那 Max 版本，对吧？这个一个月多少钱？100，然后但是它那个500个 credit 还挺经用的。我基本上每一个 idea 实现从想到能到 0.5， 那可能就是几十个 credit 就完事儿了。到了 0.7 0.8 可能就100个 credit 差不多了。所以我这500个 credit 我能搞4-5个，然后我这个甚至说我现在都有点就是把我之前想那几个都消耗差不多了那些想法，但有些东西就被我毙掉了，直接就是看完之后我都觉得这狗屎，这当时怎么想的？肯定是被我踢了对，但是你这个是不是有点深圳华强北的感觉了？你现在发现你的 idea 只要一上 Optimus 就快速生产了，还不要多少钱。但是话说回来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概念还是很好的，其实就是把技术团队真的做成一个标准的一个 AI 的技术团队打包出来嘛，然后面向的我觉得像贤哥这样的黑心老板来讲，对，可能表面上是满足你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情绪价值，实际上很多老板就最后就是他其实就要那下悟了，他其实很多就通了嘛。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我们说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去反蒸馏？比如说技术团队，老邱你的角度，比如技术团队怎么去反蒸馏？这个其实很简单，我们日常的工作很难其实被蒸馏。我从产品和技术团队的角度来讲的话，AI 它最终还是不能背锅的，就是我没有一个像人一样的，你会怕被解雇，会怕被我扣奖金，你会干真正的拼命了命把这个事情给干了。我去盯着服务器有没有爆。对，这是不可能的，就是 AI 没有一个把柄在你手上，我简单的讲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只有真人才有把柄，因为人有七情六欲，人是血肉之躯，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去拿钱去养家糊口的。这个事情就是人最后要背锅嘛，因为就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话糙理不糙的讲，就是说有多智能就得有多少人类背锅的事情，就是有多智能就得有多少人类背锅的事情，相应的要长出来。就是他越智能你越要背锅，智能跟背锅一体两面，你是一体两面的。他越智能你越要背锅，因为你这个事情的话，那你最后还是得靠人。也就是说，我觉得从终极的角度来讲，是人不会完全被替代掉，最多就是角色可能会重新就是重构了，就是我们的组织里面可能不会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细分的。你看我软件行业里面，可能如果真的很细致的分起来，可能得有20到30个工种才能完成一个软件工程这个事情。那你现在看到的像 Optimus 等包括最新的像 Kimi K2.6 等等，他们内置的那些 agent， 一般来说一个技术团队可能就是5到10个角色，对，细一点叫10个角色，通常5个角色一般够了，就什么架构师一个，产品经理一个，然后具体的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那这样子基本也能干了。
啊，但是实际上是不需要那么多像工业化的这种工厂一样的这种分工是不需要了。那像这样子的一种趋势之下的话，我觉得你只是人可能变得更复合了一点，但是人会解决更复杂的这个上下文。然后人你到关键时刻，你这些上下文可能只有人能理解这些东西，然后人会为这个东西去背锅啊。那这个尤其是到最后跟钱相关的，所有跟钱相关的事情，肯定只可能是人去背锅。你让一个 agent 上去，我们就会看到他可能一个晚上烧掉你几千美金，我 token 不会吐还给你的，他根本不可能吐还给你的呀。然后几千美金烧了就是烧了。然后他也不会，他只是最大化这个工作，你给他一个工作，他就是最大化的去调研，最大化去开发，然后最大化的去走这种各种各样的，我们见过什么赛马模式啊，各种模式，这些都是以 token 为基础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在看着，他把你真的烧掉一栋房子也不奇怪。如果你没有最后的人给你看住这些东西，因为你最终是要有人背锅，他有在意的东西能扛住。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担心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最后被蒸馏成图示 skill 了，平时也不用防范，你就好好用好 AI 就行了。老修说这个我完全不会反对，但我想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事儿，就是刚才咱们说到扣回题啊，就说到同事 skill 这个事儿，就是那还是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团队，完现在想怎么优化或者怎么转型来说，对吧？但我觉得就是 AI 时代最好的是什么？重新打鼓另开张，咱就把桌子掀了。然后就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好的 idea， 我就直接先用这种 Autumn 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做成0到 0.9或者0到1，甚至说，然后找到在像老修什么这种我身边的朋友，大家在研究研究这个东西到底市场上可不可行，甚至去花一点小钱做一些 A/B 测试，在这个各个平台上抖音上什么的放一放看看，甚至说拿着这个 MVP 去众筹网站，对吧？筹一笔钱，筹个几万块钱就搞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没有历史包袱啊。然后你直接就开始搞就行了，搞新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叫 AI 原生创业的一个模式。而之前比如说像我这种人，我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大错弦的想法，然后没有机会做成0到1，那这个过程就卡住了我，1年也是他，半年也是他，3个月也是他。但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3天2天，如果我真的想做的话，然后就可以把它去做众筹页面了。然后再在龙虾上配置一个东西，让每天追踪我的这个众筹页面成怎么样，完没准这事就搞起来了，就好多现在创意点就出来了。然后至于说刚才老修说这种情况是在大公司里面，或者在这个中型公司里面，或者一个公司在转型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是肯定存在的。就像如果说我已经有稳定的现金流，或者说我正在处在转型，然后我现在老板有了想法，然后做出来了之后，那下面还是要接轨团队，因为这个团队我用过了，我也经过考验了，下面怎么样能从1到100是吧？然后呢，并且保证我的这个 token， 保证我的这个成本可控，保证我的效益优先，这些东西，我觉得 AI 后面的作用就反倒没有前面大了。我们创业的时候，第一个这个 MVP 也是花了好几十万找的外包做的嘛，就当时的启动成本就在几年前，对吧？它是这样的。那你今天可能创业，你要做个 MVP， 有可能就是几百块美金，顶天的是这样。我御三家买满了，给他狂烧1个月 token， 对吧？也不会超过1000块钱美金啊、对，所以我觉得它是把成本降低了。但我个人最近也听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就是我刚才听老修在讲，也听贤哥在讲，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经验是越来越重要的。就我们这些老登在 AI 时代，其实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对吧？是吃一波红利了。吃了一波红。其实像老修今天这么淡定的站在这边跟大家装逼，说技术不会被蒸馏的，对吧？那你不要被他骗了，人绝对是不是你不要被他骗了，他经验摆在那里啊，人家干了10几20年。对吧？然后从技术测试、前端、后端、产品全干过了，人家才有资格这边装逼说，我觉得技术不会被替代。哎呀，又被看穿了，你不要被他骗了。我突然我得插一句，我明白了一件事儿，就聊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说，你无论什么 skill， 蒸馏的还是 skill， 而你蒸馏不出来那些坑，因为就是说老兄踩过那些坑。他是不会那什么的，不会被你蒸馏走的，而这些老修踩过的坑跟他装过的逼成正比，踩过了多少坑才能装多少逼，是吧？是吧？所以你要这么讲，那你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就会发现说，你们讲这些东西其实对普通人就不公平。我告诉你，你们讲这些东西，说实话，未来你 AI 越来越便宜，经验是不是就越来越贵？
就老修这些经验其实是非常贵的，对吧？你说我们公司的资产就是老修20年的经验，对吧？经验是很贵的。那讲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非常真诚的放上一个贤哥的福利给到大家。那这个贤哥给大家争取了一个 Atoms 的这个新用户的福利，我们也放在评论区。如果你也在希望说有一个自己的 AI 开发团队，能够自己一手指挥千军万马，我觉得相比于 Cloud Code 或者相比于这种命令行界面的这样的编程工具呢，你可能可以先尝试一些封装好的、更简单的像 Atoms 这样的产品，来帮你做第一个产品的开发。我们讲年轻人的第一个 AI 编程工具，可能可以直接上是第一个 AI 编程团队了啊，对，第一个 AI 编程团队，对，好，希望大家在 AI 时代收获的盆满锅满、经验满满，然后呢，指挥 AI 千军万马，拿到你想要的结果。对了，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拜拜。拜拜。